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然若风。今天的钩针教程，我们来钩这款好看又百搭的镂空上衣。用到的东西就是毛线还有钩针，我这个用的是8股的棉线。钩针的话，这支我用的是5.5毫米的，另外是缝毛线的针。新手的话，再建议准备2个别针，用来标记每行的第一针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起头。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压在下面的毛线给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这节毛线抽出来，钩针穿过来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开始钩辫子针了。辫针的钩法呢是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2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3个辫子针。那这行辫子针呢，我们要钩的是我们衣服下摆的宽度。你可以钩任意的针数，只要最后的针数满足4的倍数加3就可以。那我钩一个大概是中码的衣服，然后我准备钩64加3 67针。那这辫子针钩完，我再回来。辫子针钩完，那这行辫子针呢，它是我们的基础行，它不算第一行。我们现在来钩第一行。第一行要做的呢，就是从第2针开始，每针钩一个中长针。那我们首先看钩针上这个环永远都不算1针，钩针下来这2条线组成像一个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1针。我们跳过第1针，找到第2个 V 字，也就是第2针。从第2针开始呢，我们钩中长针。中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，然后我们从第2针V 字这条线下边把钩针穿过去，然后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，这就是一个中长针。新手一会儿回来我怕找不到这一针，那我们拿别针给它标记一下，把刚勾出来的这个 V 字2条线给它标记一下。这是我们第一行的第1针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到下一个辫子针，从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，又是一个中长针。钩针绕线，我们到第3针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，又是一个中长针。就这样，我们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把第一行钩完。第一行中长针钩完，那我们来钩第2行。第2行开头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我们刚钩的3个辫子针，给它看成一个长针。那新手要标记第1针呢，标记我们的第3个辫子针，就是刚钩完的，离钩针最近的这一个辫子针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行第1针就算是钩过了，这是一个长针。然后第2针跳过不钩，在这行的第3针上。第3针上我们要钩一个 V 字 ，V 字呢就是一个长针，2个辫子针再加一个长针。那我们先来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我们从第3针 V 字2条线下边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还剩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这就是一个长针。那我们接下来钩2个辫子针。然后在同样这针的位置再钩一个长针，那还是钩针绕线，我们还是从这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然后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那我们就钩了一个这样子的 V 字。那接下来我们跳过3针，1、2、3，在第4针上再钩一个 V 字。V 字还是一样，就是一个长针，2个辫子针再加一个长针。那我们首先钩针绕线，从这一针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上还剩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然后钩2个辫子针。然后这针的位置我们再钩一个长针，那还是钩针绕线。同一针的位置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剩下2个环。那我们这行要做的呢，就是重复这个花样。跳过3针，1、2、3，在第4针上钩 V 字，V 字就是
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2个环，然后2个辫子针，然后同一针的位置我们再钩一个长针，还是钩针绕线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然后就又重复了，跳过3针，在第4针上钩一个 V 字，跳过3针，在第4针上钩一个 V 字，那就这样重复，我们把这一行钩完。第2行最后一个 V 字钩完，我们应该正好还剩3针。那我们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在最后一针上钩一个长针。我先把标记取掉，然后长针正常，钩针绕线。我们从最后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2个环。第2行就钩完了。那现在我们来钩第3行，开头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还是那这3个辫子针看成我们这行的第1个长针，新手要标记还是标记我们第3个辫子针，我就不标记了。那我们来到这个前一行这个 V 字中间2个辫子针形成的这个洞里头，我们要在这个洞里头呢钩4个长针，那就钩针绕线。我们从这个洞里头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2个环，这是一个长针。然后我们在这个洞里头呢要钩，总共钩4个。那还是钩针绕线，同样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我们钩第2个长针，然后同样的第3个、第4个长针。这一行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就在每一个洞里钩4个长针就可以了。那我们钩针绕线，中间不要管，直接找到下一个我们这个 V 字中间这2个辫子针形成的洞里头穿过去。我们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在这个洞里头再钩3个长针，总共要钩4个。那我们又是跳过中间这些部分不要管，直接来到下一个 V 字，在 V 字2个辫子针形成的洞里钩4个长针。那一行这行就是这样，我们在每一个 V 字形成这个洞里钩2个长针，就这样我们钩到这一行，钩4个长针，就这样我们钩到这一行最后。我们第3行最后这4个长针钩完，那我们找到最后一针，把标记取掉，在最后一针上我们正常的给它钩一个长针，那还是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钩一个长针。第3行就钩完了。那么现在来钩第4行，第4行开头呢，我们钩4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。那这4个辫子针呢，我们把前3个辫子针看成一个长针，就新手要标记的就标记第3个辫子针。第4针呢，我们看成一个辫子针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钩了一个长针加一个辫子针。那我的也标记一下吧，看我们钩完的，这是1、2、3，我们标记第3个辫子针，不要标记第4个辫子针。然后呢，在我们前一行的第1针位置再钩一个长针，就相当于我们第1针上钩了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再加一个长针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跳过这4个长针，在这4个长针中间形成的这个洞里头，我们再给它钩 V 字。V 字就像是我们第2行一样的，就是一个长针，2个辫子针，再加一个长针，那就钩针绕线，从这4个长针中间这个洞里头给它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一个长针，然后2个辫子针，然后同样这个位置再钩一个长针，然后还是跳过这4个长针，在这4个长针中间形成的洞里再给它钩一个 V 字，那还是钩针绕线，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钩一个长针，然后2个辫子针，然后同样的位置再钩一个长针。那接下来还是一样，跳过这4个长针，在接下来这个洞里头再钩一个 V 字。V 字就是一个长针，2个辫子针，再钩一个长针。
那这行就这样，我们就在每个这2个4个长针中间形成的洞里头勾一个 V 字，一直勾到这一行最后。这一行最后一个 V 字勾完，那我们找到最后一针，就是我们的第3个辫子针。我们在这针上呢，先勾一个长针，从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勾一个长针，然后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同样这针的位置呢，我们再勾一个长针。那我们第4行就勾完了，现在我们来勾第5行。第5行跟我们之前这第3行基本是非常相像的。那开头我们先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。那这3个辫子针呢，我们看成一个长针，新手标记我们的第3个辫针，我就不标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我们刚才勾的这个辫子针下面的这个洞里给它勾2个长针，这个辫子针下面这个洞里头一个，然后它的位置再勾一个，2个长针。那接下来这部分呢，就跟我们之前第3行是一样了。我们在每一个这个 V 字2个辫子针中间的形成的洞里，给它勾4个长针。4个长针，然后呢，直接来到下一个 V 字这2个辫子针形成的洞里，再勾4个长针。那这行就这样，我们在每一个 V 字这2个辫子针形成的洞里头，给它勾4个长针，一直勾到这一行最后。第5行最后这4个辫子针勾完，那我们找到最后这个一个长针，然后开头4个辫子针，这个形成这个洞里头，我们在这个洞里头先勾2个长针，然后呢，在我们的第3个辫子针，就是我刚才刚把标记移掉的，这种标记过这一针里头，再勾一个长针。第5行就勾完了。那现在我们来勾第6行，第6行开头呢3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。这3个辫子针我们还是看成一个长针，新手要标记第3个辫子针，我就不标记了。那我们呢，来到这是我们的3个长针，然后这儿4个长针，在它们中间的这个洞里头，我们再勾 V 字。那 V 字还是一样的，就是一个长针，2个辫子针，然后再勾一个长针。那这是一个 V 字。然后跳过接下来这4个长针，在接下来这4个长针中间的空里头，我们再勾 V 字。V 字还是一样，一个长针，2个辫子针，再一个长针，然后又是一样，我们到这4个长针中间这个洞里头，我们再勾 V 字。那这行就是这样，我们在每个4个长针。4个长针形中间这个洞里头给它勾一个 V 字，那就这样我们勾到这一行的末尾。这一行最后一个 V 字勾完，那我们找到开头的第1针，也就是第3个辫子针，在这一针上给它勾一个长针。那第6行也勾完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不断重复我们从第3行到第6行，就是下一行呢，我们就重复我们的第3行，然后再下一行重复我们第4行。如果你不记得前后怎么勾呢，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倒回去再看一下。
那这部分呢，是我们这个衣服从它下摆到我们腋下这一段的长度。你可以决定你想要勾多长，你可以一直勾得长到脚腕的连衣裙，也可以勾一个很短的露脐装，这个由你来决定勾多少行。那等到你勾到腋下这个位置要勾袖子了，我再回来。我袖口以下的这部分现在已经勾完了，那我停在的这一行呢是第3行的重复，那你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决定，就是你希望停在单数行、第3行或者是第5行的重复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开始勾袖子了。那勾袖子呢，就是我们要接着我们勾完的这一行往下勾辫子针。这个辫子针呢，它需要满足4的倍数，同时呢，它这个辫子针会决定你袖子的长度，你可以决定到底重复多少次，只要是4的倍数就可以。那我准备勾20个辫子针。这边20个辫子针勾完，那我把这个线给它调长一点，防止一会儿从这个地方脱开，然后把这个钩针取下来。那另外我们来拿一截线，用它来起个头。起头的方法跟开头一样，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些毛线，压在线部分给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然后给它抽出来，钩针穿过来，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那我们找到这头我们的另外一头的第1针，然后钩针穿过来，钩针穿过来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勾一个引拔针。引拔针的勾法呢，就是钩针勾住毛线，回来的同时穿过钩针上之前的这个环儿。那接下来呢，这边我们也勾辫子针，跟另外一边同样针数就可以了。那我还是勾20个。这边的辫子针勾完，那我就可以用钩针。如果你线很长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剪断，然后勾住线头，穿过我们钩针上这个环儿。那现在两边都是同样针数的辫子针，那我们再回到之前这边来，把钩针穿回来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继续重复我们之前的花样。我不是停在第3行的重复了吗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从这儿开始勾第4行的重复。如果你是停在第5行的重复，那接下来就勾第6行的重复。那我要勾的是第4行的重复。第4行的重复就是开头我要勾4个辫子针，开头要勾4个辫子针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那这4个辫子针还是看成一个长针加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在前一行的第1针，这位前一行的第1针就是这个辫子针，再勾一个长针。然后呢，跳过接下来的3针，1、2、3，在下一针的位置勾 V 字，钩针绕线，到下一针勾 V 字，重勾一下。然后呢，再跳过接下来的3针，1、2、3，在下一针第4针上勾 V 字。那我们在这个辫子针上就是这样，就是跳过3针，然后勾一个 V 字，跳过3针勾一个 V 字。这部分其实跟我们的第1行就第2行跟我们第2行很像。我们还剩3针到主体的时候，那就直接到主体第一个这个4个长针在一起的前面这个洞里头，在这个洞里头给它勾 V 字。然后接下来就跟我们之前勾的一样了，就是在每个2个4个长针在一起中间的这个空里头给它勾 V 字，那就这样把整个主体部分给它勾过去。
我们主体部分这是最后一个前一行的4个长针在一起，那在它旁边这个洞里头，我们再钩一个 V 字。这个 V 字钩完呢，我们就要到我们这个辫子身上钩了。那这个辫子针上呢，我们要跳过3针，然后钩一个 V 字，就像另一边的辫子针一样。然后再跳过3针，1、2、3，在第4针上钩 V 字。那就这样，我们跳过3针，钩一个 V 字，钩到这一行的最后。那我到最后这针呢，因为我这个重复的是我看一眼啊，1、2、3、4，因为我这个钩的呢是第4行的重复，那我结尾呢就要像正常第4行的重复一样，在最后一针上呢，我钩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再钩一个长针。如果你钩的是第6行的重复，那你就在最后一针上是钩一个长针。那这行钩完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正常的又重复我们之前这个花样了。那不管你这个钩的是第几行的重复，我们下一行就正常的钩下一行，就像我们之前钩主体一样，只不过之前只是钩主体这么一部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从袖子的一头就钩到另一头，这样子继续重复我们的花样。那这部分要钩的呢，是从我们的腋下一直到我们的肩膀，这部分呢会决定这个衣服的袖子有多宽。那你可以自己决定还要再继续重复多少行。那这部分钩完，我再回来。这样一个 T 字形的钩完，最后一行呢，我又钩了一行，全部都是中长针的，就是在前一行的基础上每针一个中长针，钩了最后一行。那这一片钩完，我又一模一样的钩了另外一片。现在有这2片之后呢，我把它们对齐放在一起，然后用另一个颜色的毛线把它们上缘两边这样子绑在一起，中间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的领口，然后我把这个套在头上试了一下，确认我喜欢这个领口的大小。那现在呢就可以把绑的这个之外，这个肩膀的部分给它们缝在一起了，然后还有袖子的下缘和侧面也是一样，要给它们缝在一起。那我现在把镜头调近一点来讲一下怎么缝。要给它们缝在一起呢，那我就用这个缝毛线的针。我之前钩完一片的时候，把这个线头留长了一点儿。如果你没有留这线头，你也可以直接拿另一根毛线给它绑在这个头上。那我们把2片对在一起，然后拿针从这边的第1针穿过去，对面也从第1针下边穿过去。然后呢，我的习惯是一边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一边从 V 字1条线下边穿过去。但是，你怎么缝都可以，只要把2边对齐，给它们缝在一起就可以。那就这样一直给它缝到我标记过的那一针。下一针就是标记过这一针了，那我把标记取掉，然后再接下来这针。我最后一针也是从2边都是2条线下边穿过去的，为了让它结实一些，然后来回这样子多穿几遍，防止从这个地方脱开。然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线头藏在我们已经钩过的之前的这个毛线里边。然后剩下多余线头呢，就可以给它剪断了。那用同样的方法呢，把我们另外一边还有袖口下缘还有侧面都给它缝起来。那今天这件上衣就完成了。